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视频。今天我们将探讨主题是金钱心理学。金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做出金融决策时，常常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从购买抽奖票到投资选择，我们的行为往往不完全理性，但却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一起深入了解金钱心理学的奥秘，了解为什么财富的积累比保持更加困难，以及如何在金融决策中平衡理性和情感。不要错过这个令人着迷的话题，让我们一起开始吧。股市是如何运作的？买入或抛售资产的最佳时机是什么？为了在特定年龄退休，每年需要存多少钱？这些是个人理财人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然而，通常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那就是人性因素，也就是真实的人与他们的金钱之间的关系。摩根豪斯尔 Morgan Housel 认为，这个因素是理解财务决策的关键。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人们陷入债务或挥霍财富，你不需要研究利率，你需要深入探索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嫉妒、贪婪和乐观情绪。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大萧条的故事众所周知，1929年的一次灾难性股市崩盘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10年的衰退时期。在美国，繁荣的20年代突然终结，企业倒闭，家庭失去了农场和住房，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积蓄消失得无影无踪，贫困和失业率飙升，而对明天会比昨天更好的信念骤然下降。如今，这个版本的事件已经成为标准的叙述，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它描述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经历，但他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内容。1960年，约翰 ·F· 肯尼迪竞选总统时，有人问起他对大萧条的经历，他的回答让很多选民感到惊讶。他说，肯尼迪家族在1929年已经很富有，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的财富并没有被抹去，反而增长了。到1939年，这个家族拥有的仆人更多，住的房子也比10年前大。直到他去哈佛大学并读到关于大萧条的内容时，他才意识到许多同胞遭受了多么严重的困苦。原来，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处境相同。肯尼迪想改变这一点，这也是他说服选民相信他不仅仅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精英，而是一个值得担任总统的人的部分原因。但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在经济生活中有着不同的经历，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失业农工的儿子和一位曼哈顿成功股票经纪人的儿子不仅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当涉及到金钱时，他们也会学到截然不同的关于风险和回报的教训。但是，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对于个人生活经历的同样富裕的人也适用。例如，在通货膨胀期长大的富人与只经历过稳定价格的同样富裕的人会有不同的金融世界观。这些不同视角的教训塑造了我们对金钱的使用方式。我们都喜欢认为自己知道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们通常只体验到现实的一小部分。这就是说到金钱心理学时需要理解的第一件事，我们知道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当经济学家建模金融行为时，他们经常依赖一个方便的假设：理性的个体会做出自私的决策，以最大化他们的回报。现实当然比这个整洁的想法要复杂一些。以彩票为例，美国的平均低收入家庭每年花费411美元购买彩票。与此同时，大约40%的家庭在紧急情况下很难筹集到400美元。毫不奇怪，这40%的家庭正是那些仅花费略高于400美元购买彩票的低收入家庭。这种行为理性吗？几乎不是，但它也不是不合逻辑。如果你每月都靠发薪水度日，你可能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必需品，更不用说像度假这样的奢侈品了。购买彩票几乎是不可能中奖的，但它总比没有任何机会获得那些富人理所当然拥有的好东西要好。这种不理性的决策比你想象的更常见。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乌尔里克·马尔曼迪尔 （Ulrich Malmendier） 和斯特凡·纳格尔 （Stefan Nagel） 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他们研究了美国消费者财务调查的50年数据，这是一个长期研究项目，调查美国人如何处理他们的钱。马尔曼迪尔和纳格尔想要找出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如何投资他们的钱。他们的答案是什么？投资者在年轻成年时期所处的经济环境。换句话说，个人经历决定了我们对风险的态度，就像购买彩票一样。
这并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理性，但它直观上是合乎逻辑的。例如，如果投资者在青少年末至20多岁期间的通货膨胀率很高，他们在后来的人生中很有可能不会投资债券。相反，如果在这些关键年龄期间通货膨胀率很低，投资者会很乐意在变老时继续将资金投入债券市场，无论通货膨胀率是否增加。股票也有类似的规律，如果股市在成年早期表现良好，投资者继续投资股票；如果在同样的年龄段股市表现疲弱，他们会避免投资。假设你出生于1970年，在你10几岁到20多岁期间，标普500指数增长了10倍，任何将资金投入到当时股市上市公司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而1950年出生的人对市场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在他们的生活中，市场在这段时间几乎是停滞的。关键是，即使市场本身发生了变化，投资与否的决策也没有改变。这表明了我们的投资决策往往受到早期经历的影响，而不是根据当前市场状况做出理性决策。一只玩具贵宾犬看起来与其野生祖先并不相似，而这些野生祖先又与狼差异不大，这并不令人惊讶。今天的犬种在驯化历史上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然而，狗主人们经常对他们的宠物在看到松鼠或猫时产生的本能和嗜血反应感到惊讶。事实证明，1万年的驯化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根深蒂固的野性特征。然而，驯化犬只与金钱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有很多关联。为什么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处理金钱方面如此糟糕？答案可能是，在整个大局中，金钱的使用是相当新的。第一种货币发行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当时位于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个铁器时代王国吕底亚王国的国王阿里亚特斯铸造了自己的硬币，而这还无法与更复杂的经济概念相提并论。以退休为例，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工作到去世。当然，当时的预期寿命较低，即使在1940年代，65岁以上的男性中仍有一半参与劳动力市场。事情开始改变是在2战后引入社会安全制度之后，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退休对大多数美国工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直到该10年社会安全金的平均月支票在通胀调整后超过$1000，在此之前，只有少数特权阶层能够负担得起在60多岁时辞职。这意味着我们在今天世界上使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概念还不到2代人的历史。401k 资助退休的主要方法直到1978年才出现，而罗斯 IRA 退休计划直到1998年才引入。其他关键的思想和实践也并不比这更古老。对冲基金在25年前才真正开始兴起，指数基金也只有50年的历史。甚至像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这样的消费者债务，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直到1944年退伍军人法案使普通美国人更容易借钱后才变得普遍。如果我们在财务规划和决策方面表现糟糕，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疯狂，而是因为我们是新手。几年前，作者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 关于投资中最想了解而无法完全知道的事情。希勒的回答是：幸运在成功结果中的确切作用。幸运是一个棘手的话题，很少有投资者和企业家会否认理论上幸运的作用，但很难量化幸运在一个公司成功或失败中的责任程度。我们也往往认为将他人的成功归因于盲目的机遇是不礼貌的。因此，当涉及到财务决策时，我们经常忽视幸运的作用，这是一个错误。根据经济学家巴什卡尔马祖姆德 Bhaskar Mazumdar 的研究，兄弟姐妹之间的收入相关性要比身高或体重相关性更高。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兄弟富有而身材高大，你更有可能富有，而不是身材高大。解释这种相关性很容易。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往往享受相同的特权和机会。父母送一个孩子上好学校的话，通常也会对他的兄弟姐妹采取同样的做法。然而，如果找到一对富有的兄弟姐妹，你会发现他们2个人不认为马祖姆德的研究适用于他们家庭。这是由于人类的心理，我们通常要么低估，要么高估幸运在结果中的作用。如果我们做得好，那是因为我们努力工作；如果我们失败，那是因为我们不走运。然而，如果别人失败，我们就没有那么宽容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把失败归因于坏运气，而是归咎于懒惰或目光短浅等性格缺陷。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对成功着迷，这在这里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福布斯杂志并不会为那些因为不走运和市场突然暴跌而破产的杰出投资者庆祝，然而福布斯会庆祝那些二流或鲁莽的投资者，因为他们走运发财，这让我们陷入了困境。当涉及到金钱时，我们不仅需要弄清楚什么有效和什么无效，还需要在我们的模型中引入随机性。我们可能无法实现希勒的梦想，并精确衡量机遇的确切作用，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可以掌握幸运的一些规律。将注意力集中在广泛模式而不是具体案例上，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成功是个糟糕的老师。在盖茨看来，成功会让聪明人忽视运气的作用，进而让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失败。矛盾的是，这往往是确保你失败的一种非常可靠的方式。那么，你应该如何将机遇和运气融入你的财务行为中呢？好吧，你不应该这样做。过度关注个别人的例子。当我们研究非常成功的人时，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些离群值，那些改变了世界运行方式的亿万富翁，而这可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以约翰 ·D· 洛克菲勒为例，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当他开始建立石油工业时，他面临一个问题：美国的法律不允许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无视这些法律。事实上，他对法律规范的漠视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法官说他的企业行为不比普通小偷好到哪里去。洛克菲勒的成功塑造了我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回顾过去，我们很容易赞美他的远见，并说他拒绝让过时的法律阻碍创新。但如果他失败了，我们是否还会认为洛克菲勒的例子是我们应该追随的？可能不会，最多我们会将他视为一个不成功的罪犯，教会我们要避免的。但当你深入思考时，这两种结果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运气，在那里和这里有一些不同的裁决，或者也许是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洛克菲勒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好运几乎无法模仿，即使你模仿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人的每一个职业步骤，你也无法确保骰子会像他那样为你摇出相同的结果。因此，这里有一个替代方案：坚持分析成功和失败的模式。模式越常见，越有可能适用于你的生活和财务决策。例如，研究表明，控制自己每天的工作安排结构的人，比那些不控制的人更幸福。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个别离群值案例不同，这是一个你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的广泛观察。资本主义擅长两件事情：创造财富和引起嫉妒。以一名新秀棒球运动员每年赚50万美元为例，按照任何合理的标准，他都算是富有了。但是，假设他和像麦克特劳特这样的超级巨星在同一支球队，特劳特每年赚3600万美元，突然之间，他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了，他想要别人所拥有的。与此同时，像特劳特这样的高收入者将自己与那些赚更多钱的人进行比较，例如，要进入2018年美国最高薪的10大对冲基金经理名单，你至少要在那一年赚到3.4亿美元。按照那个标准，特劳特甚至都不算什么。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嫉妒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问题，但确实存在一个实际问题：何时足够？已经足够了。就问问拉贾特·古普塔吧。古普塔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贫民窟，他通过艰苦努力成为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首席执行官。当他在2007年退休时，身价达到1亿美元。他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古普塔嫉妒了，他想成为亿万富翁。2008年，古普塔作为高盛董事会成员，得知沃伦·巴菲特即将投资50亿美元来挽救该公司免遭金融危机。在会议通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的16秒内，早于消息公开之前，古普塔拨通了一位对冲基金经理的电话，并购买了17.5万股高盛股票。这是内幕交易，严格来说是非法的。古普塔不在乎他轻松赚了100万美元。当检察官追查到他时，他已经通过一连串可疑交易赚了1700万美元。虽然这没有让他成为亿万富翁，但已足够让他付出沉重的监禁。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嫉妒会导致错误的决策，而这些决策的代价远远高于你可能获得的收益。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有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
你会吃到恶心，但是呕吐比任何一顿饭都要糟糕得多，所以你不会这样做。放弃一些机会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会错过，这往往是意识到试图贪婪的追求一切会让你后悔的标志。换句话说，不要成为拉贾特·古普塔。20世纪初的美国很少有比杰西·利弗莫尔 （Jesse Livermore） 更优秀的股票交易员了。他于1877年出生，帮助建立了华尔街。30岁时，他的身价相当于如今的1亿美元。就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利弗莫尔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明智的决定，他做空股票，打赌股票会下跌。果然，市场总值下跌了1/3。当财富被清算，有关破产投资者从办公楼跳楼的消息传开时，利弗莫尔回到家中，告诉家人一个好消息，他刚刚赚了相当于30亿美元的现代等值物。美满的结局并不完全是。还记得我们说过，成功是个糟糕的老师吗？在1929年的大赢之后，利弗莫尔认为自己是无敌的，他下的赌注越来越大，结果大赔特赔，直到他的财富荡然无存。负债累累的他于1940年在曼哈顿的一个俱乐部自杀。事实证明，变富有有时比保持富有要简单得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前者方面做得好的人常常在后者方面挣扎。赚钱完全是关于风险、乐观和勇气，保住钱则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游戏，它关乎你所创造的一切可能会被夺走的恐惧。保持富有还意味着谦逊。1929年之后，利弗莫尔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犯错的天才，他最好意识到运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他的成功不能无限重复。虽然他们的故事通常没有那么悲惨，但世界上有很多像利弗莫尔这样的人。大约40%的上市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失去全部价值，而福布斯美国最富有400人榜单每10年会有20%的人流动，不包括死亡和家族内部转移的情况。那么，如何保住已有的财富？总结一下，就是坚持不懈。最成功的企业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下来，而不会一蹶不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一种小东西叫做恐惧。正如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迈克尔·莫里茨所说，当你害怕失去时，你会以不同的视角看待潜在的收益。很少有收益大到足以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当你持有这种观点时，你更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决策。根据海因茨·贝格伦 （Heinz Bergeron） 的叙述，在年轻时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才华。1936年，当他被迫逃离纳粹德国时，他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文学后，他成为一名记者，兼职从事艺术评论。1940年，他以100美元购买了一幅名为保罗·克利 （Paul Klee） 的小水彩画，这是他对现代艺术终身的热爱之始。快进到20世纪90年代，贝格伦已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艺术收藏家之一。2000年，他将自己的收藏以1亿欧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德国政府。考虑到其中包含大量的毕加索、克利、马蒂斯和布拉克等作品，这个数字远远不及其真实价值。据估计，价值达到了10亿美元。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收藏之一。贝格伦是如何积累起这个世纪最伟大艺术家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藏的呢？这是技巧，还是纯粹的运气？投资公司 Horizon Research 有一个更有趣的答案。根据该公司的研究，所有伟大的收藏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购买大量的艺术品。有些收购被证明是很好的投资，特别是如果收藏家长期持有它们。然而，大多数收购都是失败的。正如 Horizon 的报告指出的那样，诀窍在于保留那些收益最高的元素，直到投资组合回报整个收藏的价值，接近于投资组合中最好元素的回报。贝格伦的收藏有点像指数基金，它的风险均匀分布在广泛的投资中。他不仅购买他碰巧喜欢或赞赏的作品，而是买下他能得手的一切，并等待几个赢家出现。这个策略适用于所有投资，称之为长尾效应，少数事件对大多数结果的影响。这个原理背后有很多复杂的数学，但当你简化到核心时，它就变得很简单了。基本上，当你做对一些事情时，你可以承受做错更多事情的风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真正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本质。换句话说，当你拥有一幅毕加索时， ，你不必担心你收藏中的99幅失败品。在现实世界中，
金融决策比经济学教科书中描述的要复杂得多。许多决策，比如在身无分文时购买彩票，并不是理性的，但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同样，投资选择也经常受到人们在早年对经济的形成性经验的影响，而不是对当前市场状况的冷静评估。简而言之，金融决策与心理因素纠缠在一起。那么，最佳的前进方式是什么？接受运气在成功中的作用，学会害怕失去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并分散你的投资。我想分享一些建议，帮助你在金钱决策中取得成功。首先，意识到金钱决策往往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决策往往不完全理性，但却有其合理性。了解自己的心理偏见和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掌控自己的金融行为。第二，接受运气在成功中的作用。有时候，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和努力，也有一部分是运气的成分。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成功并非总能重复发生，这将帮助你更好地管理财富和风险。第三，学会害怕失去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保持对财富的敬畏之心，不要盲目冒险，谨慎地评估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并做出明智的决策。最后，分散你的投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通过分散投资，你可以降低风险，同时提高获利的机会。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你在金钱决策中取得更好的结果。记住，金钱心理学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但通过了解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你可以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财务状况，并迈向成功。祝你好运！好了，谢谢收看本期关于金钱心理学率的听书视频。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激发你的思维，发现新的世界。点击通知按钮，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开启美好未来。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如何在人生中取得财务成功，敬请期待。